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，小江老师又回来啦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介绍怎么提升一个模型的精细度的改装。那以往我们都是介绍刻线的这个系列，那今天我帮各位介绍一个也是改装提升精细度常用的一个套件，它叫做蚀刻片。那我们这次带来的范例呢，就是这个 RG 的莎莎笔。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RG 莎莎笔卖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也有厂商专门推出了这种本台帮它提升细节的蚀刻片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蚀刻片呢，它非常的精密。那像这样子的东西，它总共有4片。那首先身体它这里有做一个阶段性的凹槽，射出键它就很难做出这种再做出一个小翅膀的这种感觉。那像这把步枪的地方呢，以往我们可能会用刻线胶板的方式来做出这样的细节。这个蚀刻片它设计的非常好，它除了有镂空啊，然后还有高低差啊、圆孔啊，它一次性的就帮你做起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小腿肚的这个地方以往呢这种方式呢，我们必须去切胶板，再做一个左右的对称折叠，而且你要取这个角度，然后再把这3片做出来。在手工上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。屁股的这个地方呢，这里所有的散热片呢，这些都是蚀刻片，都是可以调角度的。借由这些蚀刻片，你之后再上色呢，它的拟真效果绝对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进入第一个主题呢，就是当你买到这个蚀刻片的时候呢，你到底要怎么把它从这个框架上取下来呢？我们先把这个正面的膜整张取下来是没有关系的。有人会开始用这个刀片呢去挖这个蚀刻片。那这个动作呢是错误的。你在挖这个蚀刻片的话呢，会让这个蚀刻片造成一个变形的现象。那有接点的部分呢，我们首先先把这个接点，其实它这个蚀刻片是不锈钢或者是铜做的，它很软。那我们用这种一般的笔刀呢，都可以轻易的把这个接点呢把它切断。那这一份的接点都非常的小，你轻轻的切，几乎连那个汤口都找不到。你切完这个接点以后呢，我们必须把它翻到背面，我就把它背面的那个膜切掉就好，也不用切得非常的工整，它是一个很薄的一个透明膜，你把这个透明膜切掉。那再来呢，拿的时候呢就要非常小心了，我们在撕背面这张膜嘛，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你要把你的蚀刻片放在你的桌上，然后压着你的蚀刻片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膜拿掉。好，那你看这样蚀刻片它就被取下来了，你可以确保你的蚀刻片完全不会变形。那今天的胶水的部分呢，其实如果你怕那种液状的瞬间胶干得太快的话，你可以用我们这个 MAD 的透明的这一罐，那它是有点缓干类型的。我们不是 MAD 有卖这个砂纸吗？那它砂纸这背面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平滑的表面。这个透明的瞬间胶呢，点在这个纸上呢，你可能看不太清楚，所以呢，我就点在这个碟子上面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纯透明的哈。我们实际在操作的时候，还是会用在这张纸上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个蚀刻片拿来沾这个胶。那太多的呢，我再把它吸掉一些。那你会说，哦，它是一个圆圈，要不要整面都固定上那个胶呢？其实是不用的，因为它非常的轻，然后这个瞬间胶的咬合力是足够的。那你大概等个1分钟，那现在位置也对了，你放着就不要管它。那这样子我们就连好了一个蚀刻片，而且你完全看不到溢胶的痕迹。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呢，这个蚀刻片上面有很多的转折。那转折这种折蚀刻片的技巧呢，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。所以呢，我特地请到我的师傅，让我们欢迎冰人老师。好，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Tamiya 的蚀刻片折叠用的镊子。这个镊子的特色是它尖端的位置是方形的，适合用于蚀刻片小范围折叠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。如果预算许可，可以买一个蚀刻片专用的折叠钳，也可以选择一个没有齿的一个平头的尖嘴钳，也可以用在一些比较稍微大范围的那个蚀刻片折叠的作业上面。蚀刻片折弯台的部分负责一些比较大面积，然后一些比较复杂的折叠作业，一般比较建议的搭配的是刮胡刀或者剃刀的刀片。然后如果没有折叠台的话呢，最少我们希望有一把尺、一把刀片，这个2个东西相信大家家里面都有。好，首先因为这个折叠的部位非常的小，所以其实我们用蚀刻片专用的镊子去折叠就可以了。
我个人的习惯是，我会把镊子夹在比较小的这一面，可以把它放在齿上，缓缓的把它压下来，到差不多到90度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一边的折叠了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片蚀刻片的折叠方式。前3边其实都可以用跟前面镊子很类似的折叠方式，用钳子搭上一个硬的平面进行折弯，头要稍微收进来一点，这样子才不会卡到地。反复的折叠3个面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钳子的头一样贴着蚀刻片的折叠线。接下来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折弯的角度，让4个边接触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示范这个蚀刻片折叠台的操作。先示范所谓 C 面折弯，然后这个时候用那个蚀刻片折叠台会比较容易折出一致的 C 面。要先把它夹紧，第一条折叠线埋在里面，露出第2条折叠线的位置。对准折叠线以后，然后拉到45度左右的位置。然后拉到第2条折叠线的位置，这一个要特别小心了。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 C 面折叠，这样子是比用直尺去折跟用钳子去折都来得方便，而且漂亮许多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哈，就是这一组蚀刻片呢，它已经帮你做了一些立体的改造，原始的零件上面呢是有一块东西的，所以我们就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把它很漂亮的把它锯下来。那在锯东西的时候呢，我通常会准备.15跟.2这2把雕刻刀，那直接锯它的效果呢是很差的。如果你没有一条基准线去引导它的话，你还是很容易锯歪的。在锯这种东西之前呢，我们还是会回到一个这种刻线加深的一个技巧。那我们之前都教过了吧？你就是左右手连在一起，然后找到一个支点。那我们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加深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呢，你还是有可能会滑掉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用0.2的雕刻刀也可以。因为你现在锯的零件有点深嘛，你就需要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锯片。我们轻轻的往前推，稍微大力一点往后拉。好，那你看它现在，其实我才锯几下而已，它已经快锯到末端了。我通常的习惯是把这4条线都先刻过。当我锯到快要到这个末端的时候呢，我会把蚀刻锯拿下来，直接用手往后拉，然后去锯到我要的那个位置呢，我们就把它停下来。那像这个背面呢，它这里还是有点干涉的哈，所以我们先把背面直接做一个剪除的动作。那我通常呢，这边剪不到，这边剪好2刀以后呢，我就会用折的，就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干涉的零件存在。左右切断以后呢，你先做一个很粗糙的把它去除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。那这里的空间非常的小，不管你用什么锯子，它都非常的难锯。那因为你已经有做刻线加深了嘛，你只要轻轻的这样子折一下，那这个零件就整个都下来了。这个地方呢，稍微修饰一下，这就像修汤口一样，就把它修平就好了。像我们刚才锯掉的这个东西呢，已经把这个边缘修好以后呢，这一片零件呢，你就可以从背后把它粘到你要的这个位置上面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蚀刻片改造的基础教学。那萨萨比这一套呢，其实它是属于入门，再偏中间一点，它也不到高难度，所以还是很鼓励大家可以买来试看看。不过呢，我还是会做一个，就是把整台萨萨比每一个部分怎么连上去的细节，还有这个流程，用照片的方式放到 FB 跟微博。如果还有问题，再请你们留言给我喽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 Mr. Joe Hobby 频道 Made Works 教室。今天先到这边喽，我是小江老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摄影师，我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每次看到镜头的时候呢，我本来讲话呢，嘴巴都是正常的，为什么我录影嘴巴都会歪掉呢？那
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喽。